好哥，我是 Tim， 非常抱歉我得了喉炎，但是我觉得这个视频必须得做给你，不然的话就到年后才会有了。本来我们公司一直在这里工作，这个空间你应该很熟悉，但现在公司发展了，有170多个人，有不同的部门，真的变得非常的拥挤，所以我们想着怎么着都得扩张一下，造一个不一样的地方，所以我们直接把我们隔壁的楼拿过来。改造成了一个新的办公空间，这里我觉得设计是非常不同的，然后有很多有意思的小的细节，你应该会喜欢。所以今天就是我们第一次向各位观众们汇报我们影视飓风的5号楼长什么样，希望你会喜欢。欢迎，请。首先走进我们这个楼，你会发现它挑高和我们之前的楼还挺不一样的。这边是我们接待访客还有任何等待的人的地方。我们之前楼是没有前台的，所以特别尴尬，人都只能站着。因为是接待访客的点，我们这边设计了很多奇怪的东西，他们可以交互，在等待的时候也不会觉得特别的无聊。像这是辆 Cybertruck， 这确实是个真车，我们全部都解锁了，所以任何人只要来我们这边，你能进来，你就可以在这边玩。像这位李客户，现在已经在里面享受了一会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李总，我觉得你们这个车啊，买的还可以，能不能给我跟他搞张照片？这个我觉得很重要，就大家以后有机会，我觉得你应该会有机会能够来到我们线下，你一定会想拍张照。那怎么拍照？我们请李总来给大家展示一下。溜滑，你是在教大家以后来都要这样拍照？刚才这样呢是不对的，要助跑。来，给我拍张照片，有一种君临天下的感觉，就是一开局客户来就把我们公司踩在脚下的感觉，就是别的公司在门口都是迎客松、石狮子，这就是我们的石狮子。让我看看你的公司里还有什么东西吧。来吧。5号楼整体的面积有2000平左右，分为上下2层。2楼主要是产品部门的工作区，那1楼承担的功能会更多一些。除了前厅的展示区，这里还集中布置了用来讨论交流，还有接待访客的会议室。那这里配备了人体感应的灯光，还有透光但是不透明的一个电雾膜玻璃。这个是我们相比之前的楼比较创新的一个地方，这样可以在保证采光的同时，也能保护会议的隐私，彼此互不干扰。通常大多数外部客户到一家公司来开会都会有个问题，就是他电脑没电，他投屏投不上，然后各种问题。但是我们希望用一根线解决所有的这个问题。你看，我们只要这样接上，哎，开始充电了。哇，是不是很棒？高级。正常的客户他们的电脑都是没电的。没错，充上电之后，你的电脑屏幕直接拿给我看。是的，这样就可以看了。当然投屏也是有的。哦，确实就是投上，这样全部投上来，而且是4K 的一个投屏，同时又有个影像系统和它连在一起，它后面会冒出来一个小小的摄像头。这样的话呢，你就有个高清的影像，并且有着智能化的记录，一切都是一根线全部来搞定。这是我们公司长久以来的痛点，就是我们的剪辑师以前是坐在一起剪的，但是会发现互相的声音串来串去，会非常干扰大家的剪辑，所以我们想造一些私人的剪辑空间，就是谁想来就可以来。我们有2种风格，一种是和外界有一些交互的开放式的，后面是不开放式的。我们先来看一下开放式的，开放式的剪辑室大概就是这样。然后为了让剪辑师有比较好的体验，我们配了升降桌，总算有了。然后这里的这个整个屏幕，我们采用的是32寸的，所以说他们可以有非常大的这个可视面积。2个 Pro Display XDR 应该是比较适合我们剪辑师工作的一个大小。同时，我们每一位剪辑师都有自己的 AirPods Max， 所以他们可以选择佩戴或者佩戴专门的监听耳机都行。这个耳机他们可以带回家来使用，反正每个剪辑师都有。我自己买的。自己买，是的，剪辑师有。那如果说开放的空间剪辑师不是很喜欢，需要私密性或者多个人要一起协作，是个保密的项目，我们这边有封闭型的剪辑室，做好了隔音，你会有更大的私密性在这边工作。
这个呢是我们的导演位，一般导演会在这边辅助筛素材，或者说有2个剪辑助理在这边帮助，然后主剪辑师呢一般就会在这边再进行主要的时间线的拼接。就反正总的来说，我觉得我们的剪辑室应该相对来说还是不错的。然后我们发现一个小的细节，就是之前装剪辑室我们都会装隔音装的很牢，就是把声音全部吸掉，但后面发现呢这里剪片会超级恐怖，很压抑，就很压抑，就完全受不了的压抑。所以这个空间我们特地设置了一些混响，你可以听到就是会有些回声。对，但是不是说回的让你有点难受的那种，微微的回声。但是反正这是我们一个小小的设计，也可以分享给你。就如果说你要造一个剪辑的空间，一定要让空间里面有混响，而不是没有混响，不然会非常难受。这个房间你是不是都没见过？我头一回来，这个很像是我们那个审片室的 Plus Pro Max 版。是的，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更高级的调音中心，调声音或者调色都可以的地方。之前我们的调色空间有个问题，就是它的这个墙是有染色的，会让人的眼睛对颜色产生错误的判断。但这里我们做了修正，整个墙面都是按照正确的灰调来设计的，所以这样的话调色眼睛看的就是准的。同时我们的声音这次也做了7.1.4，整体的音响各个低音也都摆得更标志了一些。你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，就是调音师的风范嘛，摆个姿势给大家看一下，就是如果是调音师在，是这样的，这个叫 DJ 哦。就以后如果我们看线下开放日的话，你可以来体验一下。但我们现在可以放一小段样片，你可以先通过你的手机来感受一下，在这边听声音是什么样的体验。怎么样？体验是不是还不错？就是虽然我是在用音响听，但是很像在用耳机听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反正就大概这种感觉，就是一种让你不用戴耳机，但是有耳机的体验。对，但是呢，包裹感会更强。是的，这个声音把我裹住了，有那种感觉。那你现在听下来了，讲了这么多工作了，你们累？你可以累，工作你必须累，你累了。好了，我们带你去看看一个休息的地方，叫做睡眠中心。和6号楼主楼一样，我们同样在这里预留了可以短暂休息的睡眠区，搭配电动升降的窗帘，在需要的时候可以像这样快速切换成一个安静、私密的休息状态。这里，欢迎来到我们全新设计的午睡中心。我都不知道有这么块地方，厉不厉害？这是什么？锁啊，就每个人可以临时使用，或者用他的工卡刷开。你可以把你的鞋子放在这里，也可以换拖鞋。然后再舒舒服服的到这里来睡，这越洗浴中心了，洗浴中心标配柜子，真的吗？是。但是这里这个床很有说法，我们公司这个楼里面的人都不正常。哦，确实，这里有2米的人，都是巨人族。我们可以来展示一下，请。就你要知道，我的身高是1.83米，所以这导致的一个结果呢，就是他们实在是塞不进我们过去的床里面。但是现在呢，他们可以塞进去了，请你们进床，谢谢。你看。巨人族可以3个人睡一个床，这是我们全新打造的2米级巨床。是的，是的，哪怕你们纠缠在一起，在这个屋子里面，它也是非常的舒服。啊，好。所以这就是我们1楼的设计，不知道你觉得怎么样？你是否喜欢？那如果说你感兴趣的话，我们的2楼你应该会更惊喜一点。这个地方的设计还是挺不同的。那要进去，要通过这个电梯，你得先把这个带上。这是什么？你不用管，你带上就好。Li L， 请进。好。他会进入另外一个世界。哇！欢迎来到2楼里。你现在已经脱胎换骨，你有感觉到你不一样吗？我感觉到我浑身上下哪里都不一样。算了，不重要。那我们来吧，这里是我们公司的2楼，反正是个敞亮的空间。我们希望尽可能多用自然光，而不用太多的人造光源。所以白天的时候几乎只要用太阳就可以打亮，但是到了晚上或者阴天的时候呢，我们会采用漫射光，而不是直射光来照亮整个空间，这样看起来会非常的柔和。我描述你应该看不明白，我们直接到晚上来看一下。
那就像我们说的，大概就长这样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就反正它是一种漫射光打到顶上，不用全部弹回来，没有任何的灯条可以看见，哪怕是大的发光面，我们也是一个三角形，然后没有和你直接有接触，而是在比较高的位置弹到别的白色墙面，再回到你的眼睛里面。反正我觉得从外面看还挺不错的，像是一个巨大的便利店。但是又没有很刺眼的感觉，所以晚上大概是这样，不知道你觉得如何？反正整个空间我们还是花了一些心思来考虑它的灯光的。那再往里面走，这里就是我们的前台了。终于有前台了，感觉是不是还挺好的？你觉得它高明在哪？它这个前台吧，它是铁的，铁打的前台。你觉得你适不适合当前台？我觉得我干什么都适合，是吧？我是一位访客。你好，你好，你是送外卖还是送快递啊？我来找人的。你来找人的？是。那你的外卖和快递是送给谁的？我来找人的。你告诉我名字啊。我来找戴戴。你找戴戴是不是？是。戴戴。是这样叫人的吗？因为你这种前台在这里，我们公司是完蛋的。我们还是看看里面吧。这里面是我们花了心思建的一个地方，这里我们觉得还挺自豪的，你应该会喜欢。我们的办公区，怎么说？节奏点。那穿过前台，你会看到这里才是产品组真正工作的地方，负责服装硬件的开发，还有电商运营的同事们都会在这里办公。那整个空间的设计灵感，其实一部分来自于我很喜欢的一部剧《人生切割术》，那种理性、简洁、有秩序的感觉，确实还挺不错的。但是我们又不想把剧中的那种压迫感带进日常工作，所以说我们采用了一个全采光的设计，也加上了一个全开放的工区，还有水吧台，甚至真的在中间种上了一棵树。这是一棵真的树，就是运起来其实还花了一些功夫。这是一个油橄榄树，你可以看一下，向大家证明一下怎么让它证明它是真的。这里呢是我们大家平时交互的地方，我们设计的逻辑是大家可以围着这里吃饭，只要你不摇这棵树，就不会掉下这么多的叶。哦，确实。对，那你就只需要拉开凳子，坐下来，高明。那再往里面走，就是我们最核心的一个地块——水吧台。就是我们公司发现水吧台这个文化还是挺重要的，所以说大多数人的工位都围绕这个水吧台来建立，所以他们都可以到这边来吃喝，或者来和大家聊天。然后这里呢是控制我们整个楼体的这么一个系统。这个东西很有意思，就是它屏幕是触屏的，但是又有个旋钮是物理的，所以你看那边的灯，只要我转它，它可以自动变来变去。那这时候有朋友会说了，那你这个地方楼体设计这么复杂，是不是所有人都不会操作这些东西？我们希望尽可能简化，所以没有用物理的按键，而是用了个触屏这套方案。这样的话，你一眼看过去知道什么是空调，什么是这个对应的窗帘。我们包括楼顶的窗帘都可以自动关闭。那假如要上班或者下班的话，我们设置了2个最简单的情景模式，按一下，所有东西全部自动关掉，所以任何人都会使用我们这个空间里面所有的电器，这是比较好的一点。这里就是我们平时我们做服装设计的各位会在这边调试各种衣服，然后调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就可以换好出来，然后再来看版型有没有要调整的，然后再进去调整。其实今天我们还准备了一个小小的，就是让大家能变得特别帅、特别 model 的一个环节。model 是的，是的，就我们给大家选了一些这个我们自己的服装，然后我们来进行一波展示，怎么样？我们那边那个通道是和这个连在一起的，你在这里换好衣服，进入边上的通道就可以走秀了。没错。怎么说？试试。我来进行一下这个秀前的培训啊。好。就首先你的头的位置一定要摆正，不能够往前伸或者是后缩脖子，肩膀一定要打开，然后走的时候把步子要迈开，然后要自信。你先来走一趟。好。哦。然后男生的话，一般到台前就是打开，然后回的时候撤步就好了。打开撤步，自信。好的。是不是融会贯通的感觉？我先来。打开，不用太开，太开。后撤步，后撤步，屁叉的，留头，啊不用。
Now let me see you shake it and turn the music up. When the bass gets bumping up in the club, pour another shot and show me some love. I wanna get the party going. Ladies to the front. 你这头留的不太对，感觉你这个头，你像是被那个寄生虫寄生了以后的样子。那不得不说，走秀也是一门学问，我们几个已经尽力了，你会觉得谁更好一些？欢迎打在弹幕上。那这条10米的通道背后，其实还藏着我们的硬件工具间，还有洗手间。那工具间主要承担硬件开发、调试，还有简单的喷涂工作，所以会隐秘一些，但是做了完整的通风。那洗手台选用了能够自动出风，并且快速干手的戴森水龙头，整洁的同时也会更加实用一些。因为其实洗手间是大家交互很多的地方，大家很在意。我们把这边做的很敞亮，希望有大家一种想如厕的体验。对我呢，对厕所有极高的要求。就是李思维在没有满足他要求的厕所，他是无论如何没法排泄的。对，上不出来了。让我来看一下这个厕所怎么样。这是我们的男士洗手间，我们一样的给洗手间做了高速的网络，所以上网非常快。你喜欢蹲坑还是坐便？我喜欢蹲坑，我只喜欢坐便。我来品鉴一下蹲坑，你来品鉴一下坐便，好不好？好的。哦呦，香，对，第一个直观的感觉就是很香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凑近过来看，来，这个它的好处是在哪里？就是它有这样一个斗，如果有的人尿得很远的话，它这个斗啊可以帮你挡住，非常非常的卫生，好不好？做的。哦呦，自动会打开的马桶，欢迎你，很不错。就是你看啊，我只要按一下，冲了吗你？被冲了。你现在穿着裤子，它在冲啊？那你不是全湿了吗？幽默一下。哦，正常的话，我们一般主管都是没有办公室的，但是飘逸这边供应商的对接太多了，所以说他有个独立的办公室，我们给他看一看。这，哦呦，就是他的办公室。然后你会看到他的办公室呢，不知道为什么搞得像我们是卖自行车的一样。然后至于他的桌搭，就是一个非常极简风的。你来介绍一下你的桌子。我的桌子是由一台电脑、鼠标跟键盘为主体组成的，然后就是这个很厉害的杯子，你还记得这个杯子吗？这个杯子是什么？哦，这是库克送的。对，当时来我们公司送了一个小的见面礼。据说是他一直很喜欢用这个杯子，他用过吗？应该是新的吧？那另外值得一说的就是，不仅在飘逸的办公室，我们还把公司所有工位的椅子都换成了清闲人机工学椅。那它非常厉害的一点是有个整体的动态人体工学逻辑在里面，所以即便对着电脑久坐，椅子也能跟随你的坐姿变化而动态的实时支撑，视线也可以一直跟随屏幕，腰背始终不离开椅背，释放脊柱的压力，尽可能给每个人更加舒适的办公体验。所以这就是我们这期节目全部内容。不知道你觉得我们新的这个楼怎么样？你是否喜欢？我们今年一定会做一次开放日，邀请各位来到我们这边，我们可以线下交流，我们会准备好吃的，会来欢迎各位。这怎么会邀请比以前更多的人来？所以非常希望我们能在线下和你见面。那么这期视频就这样，我们下次再见。